冬季心梗高发期，医生提醒，心梗前的5个征兆，你一定要注意。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，人们不仅迎来了寒冷的天气，还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——心梗。该疾病的死亡率居高不下，导致残疾的比例也长期处于高位。许多人在心梗发生前并没有意识到其预警信号，直到病情恶化，甚至突发心脏骤停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事实上，心梗并非突然发生，它在发生之前往往会有一些警示性的征兆，而这些征兆如果能够被及时察觉并引起重视，完全可以避免心梗的发生或减轻其后果。了解冬季心梗的高发原因，掌握心梗的征兆，以及学会突发心梗的自救方法，对于提高心脏健康意识，减少心梗带来的伤害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为什么说冬季是心梗的高发期？著名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上发布了一项重要的研究，指出不是环境温度，尤其是低温环境，可以显著增加心梗发作的风险。简单来说，冬季极易诱发心梗，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哪些？寒冷是冬季心梗高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低温环境下，人体会做出一系列的生理反应以适应外部环境，最显著的反应之一便是血管的收缩。当交感神经遭遇刺激时，它会驱动血管收缩，以此作为保持体内温暖、降低热量散失的策略，进而确保机体各项功能得以平稳运行。而这一生理反应也会导致血液流速减缓，血管腔道狭窄，最终结果是血流量相应减少。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适度的血管收缩有助于保暖和应对寒冷，但对于那些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，如冠心病、动脉硬化或高血压患者，这种血管收缩则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反应。若血液流动受阻，其可能会变得更加粘稠，同时流速也会相应减缓。一旦血栓堵塞了冠状动脉，就可能导致心梗的发生。低温不仅通过促进血管收缩来影响血液流动，还直接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对心脏施加影响。置身于寒冷环境中，交感神经系统会呈现兴奋状态，这种兴奋状态进一步推动了去甲肾上腺素、肾上腺素等应激激素的分泌水平上升。这些激素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心跳加速、血压升高，进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。在寒冷条件下，心脏必须加大泵血力度，以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转。这一生理反应对健康的人群来说或许并不危险，但对于有基础性心脏疾病的患者，尤其是老年人来说，心脏负担的增加可能成为引发心梗的催化剂。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的研究指出，寒冷天气特别容易诱发高血压引发的心血管事件，心脏的压力极易导致心肌缺血，增加了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。另一方面，冬季的寒冷天气使得许多人减少了户外活动的频率，尤其是老年人和有慢性疾病的患者。长期运动量匮乏，致使血液循环欠畅，这极易加剧动脉硬化状况，提高血栓形成的几率。而冬季的运动量减少，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在寒冷的季节选择静止不动。对于一些体力活动较为剧烈的行为，如扫雪、搬运重物等，突然的剧烈运动往往会成为心梗的诱因。寒冷天气下，人体的血管相对紧张，心脏的负担已经加重，这时如果再进行剧烈的体力活动，心脏容易承受不住，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大大增加。除此之外，冬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日照时间的缩短，天气寒冷，天空阴沉，许多人出现了季节性情绪障碍，尤其是冬季抑郁症 SAD。 这是一种由光照匮乏、天气寒冷及社交活动缺失所致的情绪障碍。患者往往呈现无精打采之态，情绪低落、食欲发生改变等状况。研究表明，负面的心理状态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水平的升高，这些激素会通过影响神经系统、血管和免疫系统等多条途径，增加心脏病的风险。不过，当心梗悄然逼近时，身体会释放出一系列预警信号，我们应对此保持警觉并有所了解。2. 医生提醒，心梗前的5个征兆，大家要注意。医生提醒大家，了解心梗前的5个征兆并及时采取措施，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心脏病的发生或减轻其后果。具体如下：征兆1：胸痛。胸痛是心梗常见前兆之一，
尤其于体力活动或情绪紧张之际，胸部往往产生压迫、灼烧或紧缩之感。这种疼痛通常出现在胸部中央或偏左的部位，持续时间较长，且即便休息后也难以缓解。有时，这种疼痛可能会向背部、肩膀、上臂、颈部、下巴甚至腹部放射，形成一种不适的扩散感。这种放射性疼痛的特点是突然发生，且无法通过简单休息或服用常规止痛药缓解，因此常常被患者误认为是消化不良或普通肌肉酸痛，导致忽视了潜在的心脏问题。值得强调的是，胸痛并不仅限于男性，女性同样可能出现心梗的胸痛或其他症状。研究表明，女性在心梗的表现上与男性有所不同，除了典型的胸痛，女性还可能出现背痛、颈痛、气短、恶心等症状。征兆2：呼吸急促与气喘。在没有明显剧烈活动的情况下，突然感到气短或呼吸急促，尤其是在轻微活动或休息后无法恢复正常呼吸，这可能是心脏功能受损的警示信号。当心脏的泵血功能出现问题，如冠状动脉阻塞、心肌缺血这类状况时，其难以有效向身体各组织器官输送富含氧气的血液，进而造成氧气供应匮乏。此时，身体会提升呼吸的频率与深度，以试图补齐氧气的欠缺，进而导致我们所体会到的气短现象。更需要特别警惕的是，如果气喘伴随胸痛、压迫感或紧缩感等症状，可能是心梗的前兆，尤其是在高危人群中，如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史等患者。征兆3：剧烈出汗。当心脏供血不足时，身体会启动一系列应急机制来应对氧气和营养的缺乏。这些反应包括加速心跳、升高血压以及通过分泌大量冷汗来调节体温。在心脏缺血或心梗的早期阶段，特别是当心脏不能有效泵送血液时，体内的神经系统会受到刺激，导致交感神经兴奋，从而引发大量冷汗的分泌。这种冷汗通常是身体对缺氧的反应，目的是通过汗液的蒸发来帮助降温。但与普通的体温升高或外部刺激引起的汗水不同，冷汗通常伴随着不适感，并带有寒冷的感觉。所以，当出现突然的冷汗，尤其是伴随胸痛、气短等症状时，应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及时就医诊断，以避免心脏病进一步恶化。征兆4：恶心与呕吐。胃肠道是一个血流需求较大的器官，当心脏的泵血功能受限时，胃肠道的供血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导致出现恶心、呕吐等不适症状。这种恶心的表现通常与消化不良类似，但它是由心脏的缺血引起的，而不是由于食物或胃部问题引发的。在患有心脏病的人群中，这一症状的出现频率尤为突出。研究表明，女性在发生心梗前，往往会出现与男性不同的症状。恶心、呕吐、腹部不适等症状在女性中更为普遍。女性的心脏病症状可能更加隐匿，且更容易被误诊为胃肠疾病或压力过大所引起的消化不良，导致忽视心脏病的潜在危险。征兆5：突发头晕与乏力。在心梗前，血液循环不佳或许致使大脑供氧量短缺，从而引发诸如头晕、乏力这般的不适症状。突然感到头晕、站立不稳，尤其是伴随其他不适感时，可能是心梗的前兆。上述5个征兆是心梗发作前最为普遍的预警信号。冬季若出现类似症状，特别是伴随其他不寻常表现，应立即就医检查，以免延误最佳治疗时机。掌握心梗的10秒自救技巧，能在危急关头迅速自救，化险为夷。3. 突发心梗的10秒钟自救方法是什么？即使是最警觉的人，心梗有时也可能突如其来。在心梗发生的前几分钟，往往是决定生命是否能够挽回的关键时刻。了解如何在心梗发生时进行自救，可以大大提高生存几率。首要任务是保持镇定，避免慌乱情绪，并立即终止所有当前的活动。心梗突然来袭时，除了迅速拨打急救电话外，保持冷静至关重要，以免因过度惊慌而错失良机。若是在运动或劳作中突感胸痛或不适，务必立即停下，选择静坐或平躺休息。再者，咀嚼阿司匹林。若症状显著且疑似心梗发作，可嚼服300毫克阿司匹林
务必注意，需咀嚼而非吞咽。这种药物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之效，能减少血栓生成，进而有助于减少心肌缺血的风险，对维护心血管健康意义重大。但需注意，阿司匹林的使用应遵医嘱，因特定情况下如有出血倾向或对阿司匹林过敏者可能并不适宜。还有，松开紧身衣物，比如领带与腰带，能够减轻胸部和腹部的压力，帮助血液更自由的流动。紧身衣物尤其是在心脏出现问题时，可能进一步限制血液循环，增加心脏负担。因此，放松衣物有助于缓解这种不适感，让身体的血流更加畅通。在紧急情况下，若环境允许，可以尝试用拳头轻轻拍打胸部区域，特别是胸骨中央位置。这种做法能够轻微刺激心脏，帮助恢复其正常的跳动节奏，类似于给心脏敲打信号，促使其恢复规律的节律。需留意，拍打的力度需适中，以防用力过度，引发胸部的其他不适状况。拍打的目的是通过轻微的物理刺激帮助恢复心脏的自然跳动，而不是进行强力的按摩或击打。虽然这不是治疗心梗的根本方法，但它可能在等待医疗救援期间暂时缓解症状，争取更多宝贵的时间。以上是心梗突发时的自救方法。面对心梗的突袭，越早采取行动，越能为心脏赢得宝贵时间，提高生存的机会。冬季作为心肌梗死的高风险季节，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心脏健康状态，尤其要留意心肌梗死的前兆，并熟悉紧急自救技巧。通过强化心脏健康的意识，定期进行身体检查，以及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可以显著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概率，从而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。